在身上一波 CC 的控制要杀拉玛，一瞬间就融化。那个战队员非常危险，立凯接续了敏智的伤害输出，但依旧没法做追击。下面位置小 P 已经开始做收割了，用自己的痛苦使者先杀掉了77，回头再来自预示的这波 WP。哇，6 P， 6 P， 他妈打这一题都特别认真啊。其实因为他们里面的队员我都很认识、很熟了，尤其是空月跟小 V， 其实他们跟 J-Team 是有些故事的，有些 beef 在，所以我感觉他们对上 J-Team 的时候特别的想赢，然后很多细节上都有在专注。这个等大家复活，大家都有远古巨龙，因为是什么？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我们气氛非常好，我们气氛非常好。以前不是我，现在发现问题不是我了。之前在台北战队的时候，大家都有一些话，就是有一些舆论，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是谁。但现在在打 WP 没有问题。打这一题就他妈每个他妈纪律性拉满了。那个就是他队有两个10秒火，然后他吃远火啊，还好吧，这不是很正常。这不是空月会做的事情，是很正常啊，但是在空月身上就不正常。已经想赢2个字刻在脸上了。干就是要这种想赢的选手。感觉他们游戏内容的话，就是很想赢吧，看得出来，真的蛮想赢。这吃的速度，3个人就这么快，台北战队一眼都不看，因为再看一眼就爆炸。4龙加远古龙再加大龙，这太稳了，这一题。这怎么说啊？我输过不少呢，云家输过不少呢。云家输的最多，云家输的比我还多。不跌打吗？这么稳吗？猜中路。台战队不敌对手，太坏了这队，难道他们是多讨厌这个 J-Team 吗？哎，没有，他是要抓，要他们5个人躺得明明白白的，就是闪现空月的加重击，空月没有杀到。但比赛结束了，我们恭喜 WP 拿下了这场必有3的胜利。等一下会买鞋吗？小蛇，你说呢？绝对不买。那拜托你不要买鞋。不买鞋，不买药啊，不买针眼。哎，你不要等下突然出血，我们都计划好。我们要玩很多种的。好的，欢迎现场所有的张级观众回到2024 PCS 夏季联赛，马上迎来是大家所俗称的天王山之战。CFO 跟 PSG 必须有一个队伍在今天吞下属于他们夏季赛的第1场败仗。觉得小炮、猪女都是不错的手枪。没错，哇，但选择鳄鱼，但是用鳄鱼换史瓦尼小炮是赚吗？仔细画面上不是，除非他们有大招。逆命，逆命的话就是自信，很有自信。第1场的话是对方直接选择鳄鱼嘛，然后我会选逆命候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前面可以很好的压制吧，然后有线权吧，因为我觉得只要有线权的话，我就会比较容易找机会。天眼睁开，飞到了位置，阿志是选择飞到左边要来抓。没上来，这个死了，OK， 这个死了。哎，打个拉扯一下，我不会看一下，哎，这个，小炮没闪，这个没闪，哎，小炮也没闪，小炮 AD， 你要过来，小炮 AD 的，拉一下，你们拉一下，一起爆炸，但后面卡萨过来救援，用自己的伤害打残了对手，后续最后 W 竟然没中，那他在劫难逃，往前跳的 Maple 手刃掉了卡萨。哦 ，Maple 还他有进化，我觉得他有前招的，第一个招吧，大绝一个一挂到进化解的情况下，竟然被弹飞。润色芒炸后排后连续普攻，瞬交了全招，但对面十面埋伏。我没闪，可以打，我飞下面看一下，还行，站着不动，原地等死。右边抓到了阿志，但阿志鬼步加闪现拉起，跑得飞快，再加惊人拖时间，他一个人钓到鱼，抓到了 Gory 应该能赢。哎，看我，要看捷力，看这里，我们这个随便打，慢点就赢了。但被 Maple 的一个秘术射击给射到后面，来自贝蒂的 Triple Kill。哇，前中期的这个配合打得非常好，而且这个逆命这个 pick 的确是有让 CFO 的 pick 完全做不了事情，是，他也打得非常稳，没有给到任何一次的机会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我觉得他可能会改变。这下一把可能会没有卡牌，因为那一把其实匿名玩的蛮好的，那再加上他们确实被匿名抓了蛮多次的，然后他们上路你也可以看到他打出的输出跟上次，
那个意见其实没有差很多。对，就是他在玩近战遇到逆命的时候，他确实会觉得束手无策。那站在他们立场，他们就应该去想办法避免这个对局。马上迎来是 CFO 与 PSG 的第2场较量。刚刚的状况真的 PSG 打 CFO 是打不还手。我觉得就是策略上 PSG 这边做的比较好，还有就是他们整体的玩法。就是完全没有给到 CFO 有机会打到他们的破点，逆命打不了了，直接 ban 了。逆命 ban 的话，有可能就是还是一样，猪女鳄鱼会去做一个抢的动作。我就慢慢发育，这把就给上路打。他受不了，举拳当刘娜 all in CC 控制在对面坐车走了，问题还叫闪现拉开 ，CFO 的 all in 竟然没有杀掉 PSG 任何一个下路的人。哇 ，Betty， 你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受不了 ，Gory 赶过来，但巨家早就在后面等待着 Gory 的到场。进了框了，进了框了，没他，随便来了，卡塔这一拳没打到 Maple， 他自己可能要让头给 Maple， 后面暴击的 Betty 可以完成收割 ，Gory 坐过来也是多加一颗头，要送给 PSG。哇，这崩溃了！哇，看这波是狗运我感觉。对啊，这波他妈瞬间就要死人了，没死啊！真的没死哦，这死定了呀！打就打到落啦，落刚刚就是被双杀。对，刚刚是被双杀，这一定瞬间就秒掉了。那波其实是我们知道飞爱在的，然后 Betty 就走过去给飞爱锤，不知道他是 bet 还是在搞笑，然后对面就看到他嘛，当下的反应就是看能不能帮他挡着，然后让他活下来这样。那一波其实我觉得我们双线应该是死定了，其实是不应该在那边搞起来的，然后那只是。因为 Betty 有点调皮而已，对。事后他也知道，但其实是没必要的动作。在随着缓住踩住的同时，还有一技能可以加速，但 Maple 闪现的阿加普钩想杀没杀到，而在后头想支援的舍舍被留住，扛着塔，这里 Betty 不怕，扛了2下会死吗？不会死，又在塔前杀掉对手。Gory 此时赶到，一发狙击也帮挡，为什么每个人动作都是完美的？别佛一个人都杀不到。这个伤害计算就是 Oh my god， 他们乱 ，OK， 很乱，他们超乱的。第2把打到后面，觉得他们很急吧，从他们那个越完下路失败之后，因为他们上路其实一开始就挺崩的嘛，所以他们只能在下半区打架，但是他们下半区也打输了，就变成说他们整个队伍就是每一路都挺烈的，所以他们只能不断的找机会，但是这样子也很容易被找到失路。还要跟你欧嘞，他3下，我跟你个盾假了。Maple 跳过去把 Driver 杀了，再一直点，这也是你的兄弟啊！舍舍，你好，这是兄弟，你得跪在地上。我一招不 kill， 给到 Maple。哇，看镜头2个兄弟笑得很开心啊！太离谱了，是皮卡丘。22分钟，阿志的庆祝闪电如烟火般绽放。CFO 人冲了进来，但面对的是Betty的这个超级闪光，最后 PSG 拿下主堡，在22分半2比0击败CFO。